一个人的野外生存究竟能过得怎样呢？是衣食无忧，还是饥肠辘辘？仅凭一些基本的求生工具，能否在原始森林中打造一处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呢？你知道在荒野中感染上风寒需要怎样自救吗？找寻并采集野生草药，用野生生姜配合着野芹菜熬煮的药餐，深埋在炭灰中的中草药饼，睡觉之前敷在额头上。然而这些办法是否真的有效呢？伴随着西红柿结出了幼小的果实，和菜园的一片欣欣向荣，熊哥迎来了全新的一天。背上竹篓，他要出发去寻找用于喂养鸡群和猪群的食物。行走中发现了一大块野生的生姜，采集起来也能给饭菜增添点调味料。旁边这棵高耸的木瓜树，已经完全成熟的木瓜，不但可以补充丰富的维生素，还能丰胸。不对，是解渴才对。爬上枝头采摘2颗，用刀轻轻一划，嫩滑的果肉看起来已经熟透，轻轻削割掉外皮。这自然成熟的果肉，可比超市中人工催熟的要好吃得多。熊哥也是大块品尝了一番，这也是算今天的早餐了。已到达目的地，熊哥发现了大片的雏桃树林，宽大青葱的叶子刚好可以喂食猪群。将叶子一片一片的采摘下来，毕竟枝干小猪仔是无法消化的，并且还便于运输。这种植物在小编小的时候，漫天遍野生长了很多，只不过那时候都是用来刷碗和擦屁股。正面叶片上密布的细小绒毛，可以取代现在我们所用的洗洁精。你们那里管这种树叫啥呢？当然，它极具韧性的树皮也有很多用途。将其完整切割下来，让其作为背篓的肩带，不但承重能力强，还能使用非常久。同样，将其作为捆扎的材料也是极为合适的。要是再进行简单的编织，制作出狩猎的陷阱，也会是不错的选择。想要在野外生存，就要学会利用不同的资源。不远处，熊哥又发现了几株类似芦苇的植物，但小编确实不知道这个叫啥。鲜嫩的芦苇芯饱含水分，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嘴巴的干渴。临近返程，突然而至的雅兴，采集一些路边的野花，五彩斑斓的颜色，也许这是寄托了熊哥对他老婆的思念吧。再次回到住所，锯上一截毛竹，摆放在餐桌的中心位置，这也是熊哥心中独有的一份浪漫了。依然还是最平凡的生活，为饲养的动物们准备食物。3只小猪仔长得越来越胖，临近夜晚的天气让熊哥感到一丝丝的寒冷，他好像感染了风寒。取出1884年的老棉袄，这能让身体感觉暖和一些。然而从他不停咳嗽的表现来看，好像整体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。在野外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必须要想办法赶紧治疗，顶着身体的不适，熊哥再次出发。他要找寻可以治疗的草药，仔细的寻觅。有用的东西往往都会隐藏在灌木丛中，找到了这种叶片细长的植物，治疗风寒效果极佳，只是不知道它的名字。而另外这种类似于野芹菜的植物，则是可以通过口服来缓解病情。熊哥同样采摘了一些，有了这样的2捆草药，风寒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。然而逐渐变冷的天气，也不能只是考虑自己。熊哥又搜集了一些已经完全干枯的芭蕉叶，它们可以用来给动物们做铺垫，从而保证它们的温暖。芭蕉树的枝头上一大串已经成熟的芭蕉，让其自然腐坏还是太可惜了，全部采摘下来，平时吃上几颗补充一下维生素，带回去也可以给猪仔补充营养。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带上草药和芭蕉，抱着大捆的干燥芭蕉叶，熊哥朝着住所走去。回到家中，先将熟透了的芭蕉扒开，全部倒入猪食槽中，多次的喂养，才能让3个小家伙更快的成长。而自己也该去除体内的风寒了。清洗干净采摘的野芹菜，放入之前采摘回来的野生生姜，倒入泉水一起熬煮。这2者所熬煮出来的汤汁，可以让身体快速的发热排寒。等到吃完，熊哥又用干燥的芭蕉叶为2个小土狗铺上了暖和的小窝，剩下的则是全部放在了猪圈之中。天色已逐渐昏暗，今天自己要早早入睡。找来宽大干净的芭蕉叶，将草药捆扎成长条状放入其中，然后再埋入炭灰中，让其自然加热。只有适中的温度，才能激发出药草的功效。等到睡觉时，将药草从叶片中取出敷在额头。这样的治疗方法，你觉得可以驱除身体中的风寒吗？2只山羊入住了农场，猪圈旁边搭建全新的屋棚。而这2个小家伙是否是狩猎捕捉到的呢？伴随着昨日2副中草药的治疗，今天熊哥已经满血复活。清扫一下卫生，脱掉老棉袄，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。拿出锄头刨挖住所旁边的土地，熊哥想要在这里搭建一处厨房，这样给猪群制作食物也更加方便。先挖掘出用于添置柴火的空间，1米的宽度已经足以，然后再从中间的位置处向内深挖。等到了一定的深处以后，测量好铁锅的大小，在上方土层的中心处标记好大概的尺寸，先抠出用于盛放铁锅的底座边缘，正中间的地方再直接的向下贯通。等到和下方的孔洞完全的相连，一个土制的烧锅灶就已大致成型。最后再在侧后方单独掏出一个倾斜的孔洞，用于散除燃烧所产生的烟雾。当然，为了排烟的效果达到最佳，熊哥又用空心的竹筒向上延伸了位置，将铁锅放入刚好适合。如此一个可以添柴烧火的灶台就已彻底的完成。当然，为了能够持续的使用，熊哥又沿着灶台的边缘
专门搭建了遮阳避雨的顶棚，这样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，户外的炉灶都可以正常的使用了。既然专用的厨房已经建成，那么也该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了，并且刚好可以为猪群制作一顿餐食。点燃柴火，一切运转都很正常。趁着烧水的时间，熊哥还要将刚刚开挖出的渣土一点点的夯实，如此整个庭院也将更加的平整。继续将芭蕉树干切割成碎渣，全部倒入已经烧开的山泉水中，充分搅拌到已经差不多了。抽出柴火，等其自然的放凉，才能让猪群进食。然而等待的时间，熊哥也没有浪费，他还要去为自己制作一份可以暖身的食物。还记得之前熊哥发现的一处隐藏于石缝之中的蜂巢吗？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勤劳的蜂群已经将巢穴再次修复，而自己也可以2次的取用可口的蜂蜜了。还是相同的方法，利用独特的植物气味，将蜂群赶入缝隙的更深处，将纯天然的蜂蜜取出。带着战利品，熊哥再次回到了住所。细长的竹筒中就是酿制好的蜂蜜，掏出几个成熟的柠檬，采上几朵尚未开放的木瓜花蕊，切上一小块的野生生姜片，柠檬切成块，倒入粘稠的蜂蜜，最后再用山泉水焖煮。等到水开，所有食材的汤汁都已充分混合在了一起，用小竹筒制作一个精致的小茶杯，一份具有药效的野生蜂蜜柠檬姜茶，既可在逐渐变凉的环境中取暖，又可最大程度上预防风寒再次感染。转眼时间已至第2日的清晨，今天的熊哥将要为农庄添置上最重要的一笔，将柴刀磨至锋利，在猪圈的旁边整理出一块空地，所有的杂草全部清理干净。他要在这里再次搭建出一个用于饲养动物的笼舍，位置已经选定，搜集到足够的材料，才能继续向下进行。到处都是被风吹断的大树，它们的大小也刚好符合自己的需要。虽然劈砍较为省力，但是运输却要十足的小心，无论是扭到脚还是扭到腰，都将非常的危险。测量好分割的长度，最粗壮的部分依然是作为整个屋棚的4角承重。挖出深坑，依次放入仔细的夯实，每一步熊哥都足够认真，毕竟自己是要定居在此，足够的长久稳定，才不会在以后带来麻烦。首先要搭建出前后2根平行横梁，然后依次的将整理好的树段整齐排放，相互之间的间隙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，只需保证恰好可以让粪便掉落就行，随即便可用铁钉固定。而对于四面的围墙当然也是同样，充足的间隔缝隙，也是考虑到室内的通风与换气，还有倾泻有利于排水。棚顶待其固定好后，空间宽敞的饲养棚舍就已大致的搭建完成。在随后的时间里，熊哥又将编织好的茅草棚顶一点点的固定，风格统一的建筑。难道熊哥是要扩大猪群的养殖规模吗？当然不是。待到一切准备就绪，辛苦的一天已悄然结束。第3天的清晨，森林的天空还未完全的光亮，熊哥早早的就把所有的牲畜进行了喂食。等到一切忙完，他还要趁早赶往最近的城镇市场，只有趁着早市，才能够买到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。没错，熊哥购买了2只山羊，从沉甸甸的扁担就可以看出，2只都已成年。原来搭建全新的屋棚是为这2个小家伙准备的，这是熊哥提前就做好的规划。将山羊放出，陌生的环境让2个小家伙有些拘束，但相信他们将很快就能适应这里的生活。现在是有了鸡、狗、猪和羊，那么你觉得私人农场的打造还缺点什么呢？不顾一切出去钓鱼，只能在荒野中度过余生。即使老婆带着孩子过来看他也做了丰盛的荒野晚餐。然而走的时候，依然还是将他留在了这里。这难道就是钓鱼佬的最终结局吗？山羊已经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，接下来的担子则全部压在了熊哥的身上。如何才能更好的照顾他们才是最重要的。砍上一把新鲜的枝叶，为了营造最自然的环境，熊哥特意将其捆扎起来，吊在围栏的边缘，让其像是生长出来的。不过这还远远不够，为了2个小家伙能够多样化进食，熊哥又用枯死的毛竹制作一个多功能的食槽，劈开毛竹的一侧，3处内在的竹节完全打通，只留下最边缘的一个，足够长度可以横跨羊舍的2端，从缝隙中插入，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悬空的设计，既干净又卫生。取出晾晒干燥的玉米棒，将玉米剥掉，全部倒入制作好的食槽中，特意留出的边角竹节则刚好可以添上清凉的山泉水。这样的设计也足以见得熊哥对于新来的2个小家伙的用心程度。吃完干粮还要再来几片芭蕉叶，在如此糖衣炮弹的攻击下，相信2只山羊此时已经沦陷。当然猪群的饲养也没有因此而落下，依然是制作好的玉米棒子粥，身体一天天的强壮，包含着熊哥美好的期许，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小猪仔的降生。牲畜都已喂完，也该喂养自己了。最先开垦的菜园已经长成，西红柿秧苗也结出了健康的果实，来上几颗已经长成的生菜，再拔上几个大头菜，自己种植出来的蔬菜吃的才放心。等到享用完，熊哥差点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，挑选出1节竹筒，一头穿凿出对应的孔洞，而另外一端则需要用刀尖扎出1排小孔，倒入粗盐，
系上用于悬挂的卡扣，最后将其垂吊在羊舍的中心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给山羊喂食盐吗？不妨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。完美的一天结束了，伴随着第二天的来临，已经去过城镇的熊哥提着一条鱼再次回到住所。今天他将迎来日思夜想的人，不过现在距离他们的到来还需要一些时间。熊哥利用这个间隙喂养了猪群，还将烧剩的草木灰收集起来，又给菜园施了肥。青葱的小葱，碧绿的包菜，摘下来的叶子喂一下长耳兔，山坡下割点新鲜的嫩叶，给山羊准备了一整天的食物，一切都已妥当。熊哥坐在桌前，焦急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。他好像看到了二人的身影，赶紧起身迎接。开心的表情略显委屈，他的老婆和孩子来看他。已经许久没见过孩子的熊哥一把抱起闺女，不知此时的他是否会后悔当初义无反顾的决定，趁着昏暗的路灯背起背包头也不回的那一幕，此时应该已经浮现在自己的眼前。老婆给熊哥带了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，熊哥抱着女儿，此时他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他带着闺女看了自己这段时间饲养的各种动物，对着闺女说：“看，这都是父王为你打下的江山。”贤惠的老婆没有和熊哥有过多的交流，她淘了米做了饭，而熊哥则处理干净自己买的鱼，将胡椒在明火上烤至温热，然后一点点的捣碎，连同食盐一起给鱼生来了一顿马杀鸡。他要做上一个烤鱼，老婆带过来的腊肉全部切割成片，自己种植的菜园也派上了大用场。老婆将能用到的食材全部采摘了一遍，2个多小时的忙碌，一顿丰盛的荒野晚餐完成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迎来第一次的家庭聚餐，然而吃饭的过程中，熊哥的老婆依然没有和他有过多的交流。饭已吃完了，熊哥的老婆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，他让孩子和熊哥道别，然而熊哥却依然被留在了这里。这可能就是当初没有听那句老子数到3的结果吧。听了这样的故事，你还会义无反顾地去钓鱼吗？当然了，以上的剧情都是小编胡编乱造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哦。肥硕的野生竹鼠已被陷阱捕获，铡刀是陷阱死死地卡住脖颈，这将是一顿丰盛的蛋白质补充。伴随着老婆和闺女的离开，熊哥再次回归到平静的生活，背上竹篓，趁着天空飘起小雨，凉爽的天气刚好适合前往丛林寻找一些可用的资源。仔细寻找，熊哥好像发现了好东西，在一堆藤蔓植物的中间，他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叶子。这种叶子你认识吗？顺着叶子找树藤，通过树藤找果实，最终熊哥找到了它，直接用柴刀进行挖掘更加省力。别看藤条很细，但是果实说不定会出奇的硕大。顺着根系走向继续挖掘，熊哥已找到了果实，这是一种叫沙葛的植物，它和马铃薯类似，但却富含汁水，并且味道鲜甜，既可以当做蔬菜，也可以作为水果直接食用，只需剥开外皮即可大口的啃食，清脆鲜甜，不但可以生津止渴，并且还可以健胃明目。一小会的功夫，熊哥就已将其全部吃完。小雨还在下，但是寻找和挖掘却不会停止，毕竟熊哥还要采集足够的数量才可以储存食物，5个的数量可以满足自己吃上几天了。回去的途中，顺手带上了一些新鲜汁液，用于喂养农庄里的牲畜，每天都不用想着还有多少贷款没还，只需要惦记着猪啊羊啊的还没喂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熊哥已回到了住所，烤上一块老婆带过来的腊肉，通体滋滋冒油，远比我们有盐有味的食物还要更香。一天完美结束，熊哥从老婆带过来的被子中苏醒，整理好被褥，拿出晾晒干燥的玉米棒，打开鸡舍移门，鸡群只需喂上早晨的一顿即可，剩下的他们自己会去丛林中寻觅。棒子周喂猪嫩草放入兔笼，自己再来上一个沙葛作为营养的早餐。当然2只山羊也不会忘，硕大的芭蕉叶连枝带头砍下，一切都已妥当。背上竹篓，拿起锄头，再次去寻找可以采挖的食物。现在已经到了它们都成熟的季节了。熊哥在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叶子，将周边全部清理干净，只留下可以顺着刨挖的根茎。倾斜的山坡，松软的沙土壤，熊哥只是简单的刨了几下，一棵纯野生的山药就已呈现在了眼前。小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形状的山药，继续深挖纵横交错、杂乱无章的根茎，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然而收获却是丰富的，一片小小的地方内部却隐藏着硕大的个体。熊哥并不是为了售卖，所以挖掘的时候也并没有特别小心，很多都被直接的挖碎。2个多小时持续刨挖，完美的品相白嫩的果肉，眼前的数量已足够食用很长时间了。再次回到住所，栽种的果树需要进行环割处理，专用的小刀调整好角度，在树干上划出圆形的一圈，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果树多开花多结果。待到果树处理完结，劳作了一天的熊哥也该为自己准备些吃的。居所的旁边采摘一些宽大的树叶，要说还是老婆知道疼人。眼看快要过节了，上次来看熊哥的时候，还特意带了一些糯米过来，给自己包上一顿粽子，这也算是提前过节了。
将腊肉切成长条，用长长的竹片作为捆扎粽子的丝线，糯米倒入宽大的树叶中，再放上一片腊肉，仔细包裹好，最后再用竹片紧紧地缠绕。等到所有的粽子制作完成，整齐地摆放在大铁锅中，加入上等的山泉水，2个小时持续蒸煮，香喷喷的腊肉粽即可出锅。转眼已到第3天的清晨，依然还是阴雨的天气。熊哥再次踏上了巡查的旅程。一处倾斜的山坡，熊哥再次采集了一些滴水观音的叶茎，这些应该都是给猪群准备的食物，大大一捆应该已经足够。然而面前零散分布的小竹林却引起了熊哥的注意。仔细查看，这里有一处被刨挖的痕迹，洞口的泥土表明了此处一定会是某种动物的巢穴。用柴刀尝试进行挖掘，然而错综复杂的竹根分布却给继续深挖造成不小的难度。熊哥决定放弃挖掘的想法，转而用耳朵贴住地面仔细倾听，用手深入洞穴进行初步的探查，直接扒出了干燥的枯叶和吃剩的残渣。这一切都表明了猎物依然还藏在洞穴之中。熊哥准备制作陷阱，等待洞中的家伙自投罗网。劈砍一根毛竹，铡刀式的陷阱最适合这样的洞穴。竹节前后贯通，用藤条固定好长长的弹射利弊，一个拥有足够力度的陷阱就已制作完成。只要洞内的猎物在夜晚的时候外出觅食，就一定会触碰到机关，如此也就会被立即压住脖颈。在洞口的位置处将陷阱固定好，触发机关正对着洞口，其余可能存在的缝隙也全部都用树枝挡住，最后再用枯叶将陷阱进行整体的遮挡。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误导猎物，让其感觉周边一切安全，剩下的就是等待了。熊哥带着逐渐长大的小土狗再次向住所走去。转眼新一天的到来，迫不及待的熊哥已向着陷阱走去。一只竹鼠已被陷阱死死地卡住，一切都和自己预想的一样。小家伙就是从洞穴外出觅食的时候触发了陷阱，圆滚滚胖乎乎的，看来这又是一顿丰盛的荒野美食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